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文心兰开花的季节，各种各样的文心兰都以它们自己独特的魅力展现它们的美。我这棵红瓢虫也不例外，今年长出了4只花梗。红瓢虫我已经买了3次，前2次买的开出来的花都是粉色的。这棵去年买的时候带花买回来，当时的花是红色的，今年开出来的花也是毫不例外的鲜红色，颜色我是非常喜欢。花已经开完了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准备来给它换一下植料，换一下盆。如果再不换盆的话，这些根都没有地方长了。去年开完花的时候就换了水苔，没有换大一点的盆。1年之后，这些根都长成这个样子。它一直都是用一个外杯，所以这些根呢都跑到外杯里面去。这些根太长了，就直接拔断就好。根长得非常的健康，只是看见这些根和水苔长在一起就非常头疼了。用水苔种植效果非常的好，只是每一次换盆的时候就是最头疼的时候了。没有办法了，还是慢慢的拆水苔吧。里面的水苔还是非常的好，没有出现腐烂的现象。如果想继续用水苔种植的话呢，就非常的简单，直接的裹上一层新的水苔，也就大功告成。只是到了明年要拆水苔的话，那就更加困难了。所以呢，我还是想换掉水苔，用另外的一些植料来种植。上面这些活水苔我想保留下来。是不是每一次开完花之后都需要给它换植料换盆呢？其实是不需要的，只要根没有长到盆子外面去，假鳞茎也都在盆子里的话，那就不需要换盆。如果像我这棵那样根都跑到外面去了，就最好换一个盆，大一点的盆也就好一点。如果是用无机植料种植的话呢，3年4年换一次也是可以的。水苔几乎都清理完了，由于这些水苔还是湿的，所以这些根都已经是湿透的，我也不想把它拿到水龙头去冲水。现在的气温才50多度，水也是非常冰凉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不打算给它冲水了。把下面那些根剪掉，就可以重新种植起来了。这些水苔看上去还是挺好的，没有变黑。我打算把它重新利用起来，把它铺在植料上面。今天准备用一个大一点的杯子来种植这棵兰花。杯子已经打了洞，因为用的植料会比较细小，如果打一般的圆洞的话，浇水的时候那些植料会从洞里面流出来。这是今天要用的植料，里面有珍珠岩、树皮、小石头跟一些剪碎的水苔。适合用来种植文心兰的植料非常的多，可以用水苔、树皮、木炭、小石头等等等等都可以。文心兰对水分的要求非常的高，既要保持植料的湿润，
也就是说保水性非常好的质料，但是它也需要排水性非常好的质料。树皮和水苔的保水性非常的好，小石头和珍珠岩既可以保持它的里面的通风，也有利于水分的排出。在上盆之前，把这些花梗都剪掉，它是没有续花性的，开完花就把这些花梗剪掉就好。种植文心兰，说容易它也不容易，说难其实它也并不难，只要掌握好它对光线、温度、水分的要求，也就非常容易了。它对光线的要求比较高，高强光的光线，但是它又不能直接的晒太阳。一晒太阳，特别是这些叶子比较薄的文心兰，叶子就很容易会出现黑斑，或者是直接的腐烂。对温度的要求呢，也就是我们人体感到舒服的温度，太冷或者太热的温度都不适合它的生长。我有几棵文心兰今年被晒的连花梗都没长出来了，明年还需要考虑一下把它们搬到比较阴凉一点的地方。好了，现在把一些水苔铺在植料上面。为什么要铺上一层水苔在植料上面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保持上面这些植料的湿润，把这些活的水苔放上去，希望它们还能继续的成活。第二，就是因为这些珍珠岩比较轻，浇水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们冲散。铺上一层水苔之后，直接用水龙头冲水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些花还是非常的漂亮，希望明年开出更多的花来。开完花的文心兰有一个短暂的休眠期，在它的休眠期这段时间，尽量少浇水，不要施肥。所谓的少浇水，不是不浇水，只是浇水的时间拉长一点，浇的水分少一点而已。等这一段休眠期过了，就恢复正常的浇水，正常的施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